着故乡，告别我的家园，无奈的再次走远方。说不尽的惆怅，挥不去的忧伤，在与你执手泪眼相望。回望来时路，不堪回首是满目的凄凉。往事如此难忘，我和你曾共同度过许多温馨的时光。忘不了你高山，忘不了你土芬芳，天涯海角伴我谱写流浪的乐章。忘不了你月亮，忘不了你梅花香，伴我漂泊走远方。报上写了查本校上午班6年级丙班中文课级任老师胡旭升于本月4日行为不检有碍校誉，董事部现勒令退学，以尽校友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解雇胡老师？不知道。是啊，这么好的一位老师，要解雇他太不应该了。老师，你知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学校董事会的决定，我也觉得很可惜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真的很喜欢胡老师的。我也是啊。哼，想开除我，哼，结果还不是自己被学校开除。哎，别说了，走吧。走啦走啦。多可惜啊！哎，胡老师，为什么？胡老师，我们舍不得你呀。胡老师，支持你。胡老师，哎，胡老师，你不可以随便在布告栏贴抗议书的。我会去找校长。珍珠山一女学生被色情狂先奸后杀，我们社会越来越不安宁了。都是殖民地政府立法不严，让黄色刊物到处售卖，还批准业务团公开演出，才让那些色情狂胆大妄为。哎呀，我说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应该千刀万剁才是。对，坚决打击，严厉惩办。当初旭升烧书摊的时候，我还认为他很冲动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不那么做还真不行。听说警方在那个色情狂的家里搜出不少黄色书刊。不是吧？家里有黄色书刊也算是色情狂？我没这么说啊。喂，你紧张什么？你有色情书啊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有啊？哎，我切了一些水果，你们过来吃水果吧。哦。奇怪，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怎么学生还没回来？学校早放学了。放心吧，大嫂，可能他在学校开会呢。哎，烧书的英雄回来了。哎，旭升，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？过去吃点水果吧。不了，你们自个吃。旭升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喂，刚才我们在谈烧书摊的事，现在黄色刊物泛滥，奸杀罪案越来越多，是应该狠狠的打击的。是啊，你已经成了我们的英雄了。来，敬你。烧书英雄被学校开除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被开除了？学校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是啊，从即日开始解除聘约。你向教育当局反映这个情况啊？来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找过他们，请他们主持公道。他们怎么说？还不是那回事，耍官腔，说教育部无权干涉学校董事会开会的决定。不过没关系，
我在学校布告栏贴上了我的抗议书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在报纸上给你制造一些舆论，支持你。那天上书摊的时候，我也在场，我把当天事情的经过写出来，公诸于世。你有什么需要的话说出来，我一定帮你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公道自在人心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那不是在茶楼门口摆书摊的阿才，警察为什么追他？哎呀，当局全面扫黄，肯定是卖黄色书刊被警察抓。站住！哎！哎，豆腐嫂，生意好吗？哎，静红，酿豆腐1碗，不要辣椒。哎，不是，我今天不吃。来，我问你一件事啊，我问你啊，什么？要是政府不让你卖酿豆腐，你会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卖酿豆腐啊？胡说八道！我又不是卖鸦片，为什么不让我卖啊？哎，豆腐啊，吃了对身体有益的。这我知道，我只不过是打个比方。那如果真的不让你卖，你偷偷的卖，是不是卖得更贵啊？那当然了，生意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我当然要起价。现在我卖5分钱1碗，到时候呢，我可能会卖1块钱1碗。哇，5分钱卖到1块钱，这种生意多好做啊！哎呀，你小声点啊！我说着玩的，你想害人呐？哎，我说的不是酿豆腐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他也懂得这道理，那我就不用考虑了嘛。奇怪，跑到哪里去了啊？在四处找一找啊！好好好。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？哎！这些书不是我的，还说不是你的，我明明看见书从你手上掉下来的。你真大胆啊！政府全面扫黄，你还收藏这么多黄书，这种人呢，一定要重罚。这些书是我从街头捡来的。别撒谎啦！你发现黄书应该立刻报警，为什么还提着书跑？对呀，我什么啊？哪捡的？哎呀，我是冤枉的，这些书不是我的。当局明文规定，自动交出黄色书刊的，一律不追究；抵触扫黄的人要坚决打击。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书在你手上，你还狡辩？你干什么？吴老师早。吴老师早。吴老师。吴老师早。吴老师。早。徐生，你早餐没吃，
这里坐，担心你会饿坏，我给你带了吃的来。太嫂，我不吃啊。你大哥怎么劝你，你都不听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其实不当老师也好啊，他可以介绍别的工作给你啊。太嫂，我不是为了求工作才在这里做的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带了把伞来，万一下雨的话，还可以顶着。太嫂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叫我坐在这里撑把伞，那我不成了街上摆地摊的。真拿你没办法。那我在这里陪你吧。太嫂，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胡老师，他是我的哥哥。哎，吴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和我的朋友都非常支持你。是。这是一封家长的黎明信，我们坚决要求校方早日恢复你的教职。谢谢你们，我一定坚持到底，得到最后的胜利。吴老师，我们支持你，支持你。伟明，不早了，去上课吧。是胡老师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干什么？胡老师，我们陪你一起抗议。别傻了，听老师的话，回去上课去。我们要和你一起静坐。明芬，听老师的话。老师之所以静坐，就是希望回来教你们。你们不上课，老师这么做不就白费了吗？胡老师伸张正义、不畏强权的精神，真是令人佩服。我看我们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。这些学生都这么懂事，难怪你要为他们静坐。你们来了，学生，你看这报纸，这实在太好了，民众有这样的觉醒，真叫人开心呐！我受一点委屈算不了什么。这次全面扫黄，焚烧了几十万本黄色刊物。对呀，小明新生专栏里有好多家长来信支持扫黄，还有很多人也支持你静坐。虽然我对你这次的静坐抗议有不同的看法，可是我还是很佩服你斗争到底的精神。那，你看看这篇，若琪写的，校董们，请听听民众的呼声。我是在重治的受命之下写的。真的谢谢你。你们聊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若琪，坐。好。我的故乡在斯瓦尼河畔，多么遥远！那里有我最亲爱的人，我心里常想。我独自走遍整个世界，爱痛无限。故乡的亲人使我怀念，忘不了故乡家园。原来你也会唱啊！每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土楼、丁河和家乡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还有，就是让我想起我们在一块的日子。我记得前些日子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，你都在一旁支持我，就好比这次烧黄树的事吧。你在文章上给我很多的鼓励，我真的很谢谢你，若琪。其实。我有一些心里的话，很早就想对你说。我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。你现在暂时不用回答我，再过些时候，我们相处以后再看怎么样？又是他！七江山事件就是这个家伙鼓动起来的，他是危险的知识分子。要不要动手？不要，轻举妄动对我们不利，随时注意他的行踪就是了。知道。
你静坐的时候，大家都担心死了。哎，没想到学校这么快就让他复职了。是啊，我本来还担心你会出事呢。所以我说，太嫂，任何事情一定要斗争才能争取到胜利。是啊，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能预知它的后果的。就拿旭升来说吧，他烧书却烧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烧黄运动。他静坐抗议的时候，你不也认为他做得过火了？结果呢？学校还不是收回成命，恢复了他的教职。哎，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，我下楼去拿酒，我们尽情的喝。好啊，好，我来帮你。谢谢。罗琦啊，你会不会喜欢像旭升这样的男人？喜不喜欢是个人的事情嘛。你太太，你为什么不把她接到新加坡来？是因为我家乡还有一个婆婆，所以她得留在那儿照顾我婆婆。哎呀，他根本就不想接他太太过来。为什么？我不敢说，好像心里有别人。别人？是不是那个等郎妹？那个和公鸡结婚的女孩子？那个等郎妹菊虾，她长得很俏丽啊，人见人爱。我们乡下有很多人要追求她。来，酒来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庆祝旭升静坐胜利，重返学校教书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旧布鞋一双，5块钱呐！哈，来5块钱，5块钱。喂，你以为你光头就是我儿子啊？烂布鞋当5块钱，当我是傻货？哎呦，你以为这样可以占我的便宜啊？哈，这布鞋要不是我穿过，我起码当10块钱呢。5块钱便宜你了，不要当，拿回去好了。5块钱要不要啊？要不要？哦，是你！哎呦，你这个骗人的老家伙，你不要跑！你个死骗子，不要跑！你给我站住！喂，你个老家伙，不要跑！看到我了，你怎么还不过来？你还跑，死老头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想跑也跑不动了。哎，让我歇歇好吧？坐下。好。哎，现在已经坐下来了，可以谈了，还钱。还钱？我那块古玉，我让你当了30块钱，3个月没数，33戒酒，39利钱27，一共57，快还钱呐！还钱？你不如把我杀了算了，我哪有钱嘛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要命了有一条，要钱没有。你有多少条命啊？我要你还钱！我真的没钱呐！你说什么？1分钱也没有？哎呀，我要是有钱了，我就不会去当破鞋了吧？要不然这样吧，那我不赎这块玉，你拿去卖，卖多少钱，全部归你，怎么样？哦，你倒大了！你那块假玉3块钱都没人要啊！不是什么，我那块是假玉。哎呀，你把我的这真玉拿去换假玉啊！你把玉还给我，还给我，把玉还给我。好啊，想坑我是吧？我求求你，你还给我呀！我那块玉呀！警察局去拿！哎呦哎呀！怎么？不要去警察局，我怕见到那些洋人。他也要去，走！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件传家之宝，算是赎账的钱，怎么样？切，你还有什么传家之宝？哎呀！万灵万应水，什么鬼东西？那你再往下看，吉红往下看，后破神推。哎呀，苍术，这是治什么的？痔疮还是口臭啊？哎呀，告诉你，这是祖传下来的秘方啊，能治很多病症。要是有人知道了，一定会高价收买的。那我不是要发达了？哎，那当然发了。
那我不是要很感激你啊？不要那么说，不要那么说。我想啊，我们2个人应该好好的合作。你拿出一点点钱，我也拿出一点点钱，只要一点点。我们办个药房，等赚了钱我们5-5分账，怎么样？你当我是什么？你当我是菜头啊？你砍了我一次又一次，你这死老头专门骗人！你这次又想骗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上当。这次你再不相信我，你会后悔的。告诉你啊，这张药方能改变你的一生，说不定啊，你发不发就看这一次了。哼！哎，别撕啊！千万别撕啊！我已经老了，发不发的没关系。我只希望这张药方能够传下去，造福后人。我看你也没钱，这我暂时保管，你还欠我57块。哼！他妈的，老不死，说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是假的，我拿张烂纸当宝贝，不是让人家笑死？万一是真的，我信，我是看走了眼，错失良机。照我看，还是回去跟徐医生、崇志他们商量商量。不过这么一点小事，拿不定主意怎么做大事，就跟他搏一搏吧。富贵险中求。死老头又在玩什么把戏？不是吧？我到这把年纪，也没儿没女的，既没有工作，也没有钱，就是回到唐山，我也没脸见人了。哼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与其这样活下去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真的？老头，你想干什么？下来！别做傻事啊！我可不想闹出人命啊！你等一等，我去拿东西。等一等，我去拿东西。你这死老头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不想闹出人命。我差点给你害死啊！老头，老头，老头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这病倒爬不起来啊？哎呦，是啊，头疼，还有这喉咙，咽口水都很辛苦啊。哎呦，本来想拿个鸡腿给你补一补，现在你不能吃，我自己吃好了啊。我的鸡腿呀！你不是说你不能吃吗？这个鸡腿还是勉强可以的。你又骗我！好，还说不能吃，连饭都煮好了。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啊！是我上辈子欠你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你别走，别走啊，小伙子，你今天遇到我，不会倒霉的，要发财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是跟我说过，你的祖先带你来到镇福楼就死了，而镇福楼的人看你可怜，就把你收留下来，改为姓张，对吧？你怎么这么多事啊？我就觉得你这个身世和你的姓氏有点奇怪，所以呢，我就写信到常山，托朋友给打听一下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让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呀！原来啊，你是洪秀全的
这个后代传人呐！真的？哇，好精彩啊！当然瞎了，八道，我阿公都没跟我说过什么洪天王的事。哎，我有事要干，不跟你胡扯。等，怎么？你连你的祖先是谁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！洪天王啊，洪天王，你这个后代传人，不想要这个传世之宝喽？有什么传世之宝啊？嘿，就是这个药方啊！说来说去又是这个药方，怎么样？你不信啊？嗨，这里头的故事可多了，不听还算了。好了，怕了你了，说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祖先呐，和你的祖先呐，都是太平天国的精兵猛将啊，跟随洪秀全打天下，建立了太平天国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啊，东北战打下了太平天国，是吧？那满清政府最怕的就是洪秀全的辫子兵，所以就加紧围剿，于是就把太平天国给平定了。洪秀全也因此自杀身亡。我们的祖先们带领了后代往南方四处逃亡奔命，你的祖先就带领了你们来到了江南，隐姓埋名，从此做个走唱艺人，不提往事。而我的祖先啊，因为是替洪秀全敲钟的，所以就改姓钟来纪念这段历史。喂，这跟药方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问得好，洪秀全征战了15年，所向披靡。多年来，他的战士个个是身强体壮，全靠有了这帖药方啊！你知道吗？这个药方能治很多病，在打仗的时候遇到身热、头重、4时感冒、水土不服、舟车晕眩，这些病都不成问题，一吃下去药到病除，所以身强力壮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药方是个好药方啊，我就想把它给传下去。我年纪大了，遇到你，我觉得有缘呐，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药方托付给你，对吧？你还是不信我？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怎么相信你啊？我跟我阿公的事是我们坐牢的时候我告诉你的，你重复我的话，就要我信你，难了。站住！洪九公的曾孙子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洪九公的曾孙，我是钟七爷的孙子。洪九公和钟七爷有8拜之交，按辈分，我是你叔父辈的人马，知道吗？阿叔，有件事情，我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我阿公临死的时候，有没有提过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事？洪秀全的事？怎么突然问起太平天国的事呢？是啊，太平天国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啊？你说说看啊。这太平天国嘛，天国就是上帝住的地方，太平天国就是上帝住的地方很太平。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有什么好笑？年轻人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啊！你书念得多，你告诉他来。给我好好的听着。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农民革命，领导人就是洪秀全。那洪秀全就是洪天王了？是啊，洪秀全领导太平军征战15年。1851年，他们在广西起义，把国号定为太平天国。这个啊，跟你说的什么上帝住的地方很太平不一样，完全是2回事，知不知道？既然是天王，那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哎，阿叔，我阿公有没有说过我是洪秀全的后代？有没有？这对我很重要。没有啊，他是说你叫敬洪，没说什么洪天王啊。喂，你想查你的身世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是这样，我遇到一个老头子，
他说我是洪天王的后代，而且要跟我一起制药呢。是不是洪天王的后代跟制药根本没关系嘛？他说那些药方是我祖宗留下来的。什么药方这么了不起啊？小心给人家骗了你。是啊，他说的好像是真的。他说我们的祖先都是替洪天王打天下，为了逃避清兵的追杀，才逃到南方来的。而且我记得我阿公跟我说过，他有个结拜兄弟，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。你想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写信到乡下去查一查。可是这个和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制药根本没关系嘛，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。还有啊，他那种药值不值得去研制的？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发财。洪天王，洪天王啊！就算我是洪九公的曾孙，也不能证明我是洪天王的后代。不要叫我洪天王了，叫我靖洪。哎，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靖洪。靖洪，哎，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？我阿公给我取的。哎呀，对的，哎呀，我就知道是你阿公给你取的。这名字里头啊，另有玄机呀。你又搞什么玄机呀？哎，你听，啊，靖洪就是要你尊敬姓洪的，对吧？就是说你是洪天王的后代，所以你要尊敬姓洪的，对吧？你这么说倒有点道理啊。哎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没错，你确确实实是洪秀全的后代呀。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洪天王的万宁万应水会让你发财的。哎呀，是不是天王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药方值不值得研制？哎，太值得研制了吗？哎，你少啰嗦，让我想一想。好，你就慢慢的想啊，想通了再来告诉我。对，是我找你，要是我没找你，你千万别在我面前出现。哎，你听着啊，这药水呢，要是制成功了，我们1瓶可以卖5毛钱，10瓶就卖5块钱，100瓶就卖50块，1000瓶可以卖500块呀！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。如果1瓶5毛钱，那10瓶1000瓶，哇！如果1万瓶真的是有5000，哦，破西装一件5块钱，5000。喂啊，还在做梦啊啊！哦，破西装一件5块钱，做白日梦。破西装5块钱，拿，破西装一件5000块啊！哎呦，喂，破西装啊，5000块。我得罪你也不用这样害我的吗？啊，这是你堂叔的店啊，他关了对你也没好处的。我是写错了吗？写错，你写错就闯祸了，我要赔的。哎呀，以后啊不要这样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我就写过了。来啊，看看都很新鲜的啊，有木瓜，有顺便买些菜回去吧。看看有红萝卜。喂，哎，等等，你们看前面呐。怎么了？糟了，你看那批人呐，你忘了上回叫我们捐钱捐米的，支持他们什么革命啊？哎，快走吧，待会儿又叫我们捐这捐那的，我们又不懂得什么政治，还要开什么大会的，别理他们，快走。哎，罗菊香，李桂花，你们好，刚放工啊？上次我们的群众大会学习到什么吗？听了一些，可是有些东西还是不明白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革命就像学习一样，需要时间去争取。最重要是你有这颗心啊。或许你可以参加我们的支部啊，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帮助你的。对呀。参加你们有什么好处啊？不是又要我们捐米捐钱的吧？我们的家境不是很好的，是啊，家里又没男人，就是我们婆媳2个。这个我们知道，
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像你们这样被剥削、被欺压的平民，所以我们更要团结一致，极力争取自由啊！就是因为我去那边讲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会继续跟你们联络的啊，走吧啊。搞什么鬼呀？就是嘛，大概啊是怕被政府军捉的，所以才会走的。这些人神神秘秘的，哎，小心一点啊！他们呐跟英军呐作对呀。听说啊，他们在森林里还有个大本营啊，小心抓你去当压寨夫人呢。压你的头啊，买菜吧！压你的头！哎，贵婆婆，哎，提下要买红萝卜吧？今天的红萝卜很新鲜的，看看，要买些什么？看一看，没关系的。哎，阿天呐，我想问你那个世忠啊，他为什么这几天呢没有来这儿卖东西了？啊，桂花婆，你为什么来这里问世忠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想吃免费的猪肉。其实啊，你是不应该来问阿天的，你要问就应该问菊香，看是不是他把世忠骂跑了。喂，你说闲事！哎呀，算了，桂花婆，听说世忠他不来这里做生意了，他也没到别的地方做生意。听说他去打野猪，被野猪咬伤了。啊？什么？被野猪咬伤？伤得重不重啊？哎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哎呀，人家伤得重不重关你什么事啊？回家做饭吧。就要这些啊，付钱啊！我就不信你不担心呢。多少钱？世忠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可以用河水来洗伤口啊？搞不好啊会发炎的。哎，我们在小镇上听说你被野猪咬伤了，菊香啊，他不知道有多心急呢，是他叫我来看你的。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菊香怎么会叫你来看我？我死了，他都不会掉眼泪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啊？不是吗？他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他真的伤透了我的心了。我买的那些猪肉，还有那些蔬菜，自己都不舍得吃，拿去给他吃啊。还有啊，那条四脚蛇啊，人家说吃了补身，可以卖好价钱，拿给他不领情还不要紧，还当众砸在我面前，当我是猪，当我是狗。你告诉他，我永远再也不要见到他了。哎，世忠啊，你太冤枉我们菊香了。他这个人呐，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就是这样的脾气嘛。你别看他平时对我呼呼喝喝的，其实呢，他对我是很关心的。那当我有病的时候呢，他一定会背着我去看医生的。这当然嘛，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情同母女，他当然对你好了。哎，他对你也一样关心的。你看，他一听到你受伤啊，就马上到山上去给你采止痛疗伤的草药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为了采这些草药啊，手啊还被割破了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临出门的时候，他千交代万交代，叫我带这块布来给你包扎伤口呢。如果是他送的话，我的脚不用敷药都能复原啊。哇，心理治疗啊！家里的柴呀，快烧完了。明天你自己一个人去洗牛郎，我上山去砍些柴。唉，要是家里有个男人就好了，砍柴、挑水这些重活啊，就可以由他去做了。哼，男人呐，公公死了那么多年呢，家里的事全都由我一个人做的。家里缺过柴、缺过水吗？话可不是这么说啊，这里是南阳，不是唐山。这里的男人跟那里的男人是不一样的。喂，你今天呐说男人说个不停，是不是想要嫁人啊？哎呀，死丫头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哎，你是不是想嫁给小镇上卖萝卜的那个老头啊？哎呀，你再说，看我不打你的！哎呀，这天怎么搞的又下雨了？哎呀，快关窗吧！漏水了，衣服快打开！怎么搞的嘛？哎呀，
的，每次下雨都漏水的。要是有个男人，屋子早就修好了，就不会常常漏水了。好，明天呢，我就跟那个老头去说媒。哎呀，我是说把你嫁给世忠。你嫁世忠啊？也行啊。哎，你不要躺来，这漏水呀。世忠有什么不好啊？老实忠厚，对你又一直这么好。哎，你就嫁给世忠算了。喂，什么叫做就嫁给世忠算了？我要嫁早就嫁了，当初啊何必抱着公鸡拜堂啊？哼！喂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提这件事，不要怪我翻脸。不提就不提，还不是为你好。哎，要嫁嘛，就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这才叫好。哎，新鲜猪肉啊！哎，便宜啊！要买快来买啊，明天就没了。哎，世忠啊，顺手。怎么几天没见你，竟然一来就大减价？哎，世忠啊，看你红光满面的，是不是要办喜事啊？就快了，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喝喜酒啊！哎呀，那新娘漂不漂亮啊？哼，我孙世忠娶老婆能不漂亮吗？哎呦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平时呢青菜3分1斤，今天只卖你们1分，猪肉打8折。这么便宜啊？哎，世忠啊，明天还有没有大减价？就今天啊，你买不买啊？哎呦，那我连明天也买了，多买一些，多买点，难得这么便宜啊！对对对，哎，您先选啊。好，这不错。来，看，多买。菊香。听说你给野猪咬伤了。哎，好了，是草药好。哦，走了。哎，菊香，菊香啊。我买了一块花布给你做衣服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买花布给我做衣服？我跟店里的人说，他们都在笑我。哎，不过他们说这块布喜气洋洋的，适合新娘子穿。你笑什么？哎，还有啊，我刚买了一个，金发夹，你喜不喜欢？菊香，菊香，怎么了？菊香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住口啊！你发什么昏呐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成亲的？你昨天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？野山猪啊！你发白日梦啊！我可没说过那句话。是，我是野山猪，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那我发誓，我从此不来这个小镇。如果我再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我就天打雷劈啊！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世忠对你这么好，你却这样对他。喂，你整天唠唠叨叨的，烦不烦啊？快要刮大风了，我们还是不要逃了，回家去吧。风大，吹下来的西米多啊，可以逃多一点的。我看算了，快要下雨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这场雨不小啊，再不走的话就惨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下雨了，来，走吧，走吧。走。哎呀，婆婆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还不快点去把湿衣服换了，要不然会生病的。不换了，换了也会湿的。你看到处都漏水。婆婆，窗户吹掉了，我出去拿。小心点啊！你看弄成这样，今晚怎么睡呀？呀，七老婆，大风大雨，你们还待在这？你们小心点啊！我去看看。我也不知道。
拿给我。皮箱，来拿上来。来。小心点啊！于老婆，你进去里面吧，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在漏水啊。自己小心点啊！好。没事没事。小心点啊！你先进去吧啊！这里有我。是救了，不要再修了！你下来，让它漏吧，让屋子塌下来吧！我不想你出事啊，世忠！好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。